是9月3号，我们的讲师，智博团长已经来到线上，我们直接来邀请智博团长来为大家开讲。好，智博大团长。家好，各位晚安。很高兴哦，1个月一次上来讲丛林奇谈。我真的是蛮期待的啦，因为说实在的，每一次的话就固定的时间都留给了我。那得到的反馈也很多哈，尤其是私下的。那我也希望说实在大家可以多多指教。那也可以以我的这样的一个范本，然后来多可以去再增加啦，增加让它更多元化。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的是老虎的祖先也是由哈蒂呢他来继续讲我们上一页的话来讲的话，哈蒂开始讲的故事，应该各位都还可以记得住了哈。那延伸到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老虎的祖先。那一开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什么叫做祖先什么叫做祖先？那我相信从小孩子开始只要他懂事开始，如果他是一个很好奇的宝宝，或者是他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一种求知望的欲望的这样的孩子，我认为他都会比一般的孩子们聪明，而且说实在更加的成熟一点我去遇到过那孩子那也很小那国小3、4年级的孩子甚至他们都想知道，也想了解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以后将来我要从哪里去那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孩子们事实上都会不断的被我们所启发因为大家都知道都有自己的父母亲、爷爷奶奶，甚至于阿祖那所以说祖先是一代一代繁衍的传承下来的。那甚至于今天是93军人节那我今天我也看了一则视频，就是说一个老兵他在台湾生活从大陆撤退来到台湾生活。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会对他们来说是外省？而他自己的认为就是说，如果是在对岸的话，他们都会说你是外乡人为什么我们这边就会把它做了一种区分那我认为真的也都很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一样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只要问你是哪里人那我相信尤其是我们都是黄颜子孙那应该大家也都是所谓的同胞了所谓的同胞没有在任何的战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认为说实在，我们应该真的是要友好和善好，那我是哪里来？哪里人？然后我的祖先在哪里？都相同的，这一些都是孩子们在问的就比方上来讲，从我到国中的时候，我才在想说，我想把我自己的祖先来溯源。那所以说我就不断的会去问我爸爸，会去问我爷爷然后甚至于我的阿祖。我认为我真的蛮幸运的，因为我的阿祖我都有，真的他们在世的时候在我懂事的时候，我都有见过他们。因为我们家族真的也算是蛮长寿的像我的妈妈这边的外婆的妈妈到107岁还是110岁才过那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真的都可以在他们有生之年，然后
都有见过他们，甚至也有领过他们的红包，甚至说是在让他们喂食过。就是去他们去阿寿家，然后说实在让他做招待这样子真的，真的历历在目我觉得，现在孩子说实在就不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说实在这么样的有那种亲情的那种嗯氛围那一种因故那种亲切那一种血浓于水的那种感受了呃，然后然后呃要跟孩子们讲的就是说，呃，我从哪里来？我相信说是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都有族谱的话，应该也都知道我们绝大部分应该也真的都是从对岸来的，尤其是我们台湾，呃，是几乎绝大部分都是从福建来，所以说我们有什么漳州、泉州，甚至闽南这一带的的地方人士像我本身我姓黄，那我就知道我们姓黄的堂号我们有3个堂号紫云、江夏、燕山的3大支系。那事实上这都是可以溯源的，甚至于我们的族谱里面都还有所谓的墓字辈就是说我们的姓名三个字，当然也有两个字的也有所谓的复姓，像司马像我们台中这边的范江啊等等这些复姓都有那姓氏的由来等等。那我们的堂号有3大支系吧我已经有讲，那甚至说是在像有的姓陈他们也有他们的所谓的堂号像颍川看到颍川然后或者是什么嗯什么西嗯我突然熊熊忘到忘记像姓唐姓唐的也有那像姓林的也有等等每一个姓氏几乎都有堂号了那墓字辈的话来讲的话，就是知道说我们是哪一个辈分像我们姓黄的话来讲的话，我中间这个字我们兄弟的话来讲的话，中间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字辈3点水一个台像我弟弟也叫黄志雄我叫黄志博，那甚至我的堂弟堂妹应该都会在中间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辈分在这是中国人真的很的思维这样的一种传承就是在于我们几代人那都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宏远的一种想法那让大家彼此说不会去忘记掉自己身上所流的血，那自己的辈分尤其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人家所谓的论辈不论岁那所以说只要我们一样都姓黄，那只要我们有把我们族谱里面的这个字辈记住的话，那以后不管我们在哪里所遇到的我们姓黄的那看他中间的那个字他的这个一个辈分，大概就会知道说原来你是我们的几代那应该是长辈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传承那当然说实在，现在的话，姓名学也很多人相信那所以说有时候就已经也取消有一些家族或者是比较相信的也都把它取消掉了就是说还是自己为重为好了，因为有些人的话，因为这样的名字这样的一个字辈的这个部分不适合自己，那所以说就把它取消掉了。那像这个的话来讲的话，我们都可以跟孩子们来做分享做分享，然后也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了解，去懂它。那甚至说在可以提起他们
对于他去溯源哦，找到他的祖先，或者是更了解自己的姓氏由来，我认为真的都蛮不错的哦，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哦，然后深深的说在刻在他们的心里，这是真的是蛮不错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讲到这个老虎的祖先哦，哈迪就说哦，在他所了解的在他当时当时所知的啦那时候他们这一片的丛林这一带的丛林里面，根本说实在都没有所谓的田园，或者呢有外来的植物像玉米甘蔗或者是甜瓜之类的作物，甚至呢他也没有看过有人类来这边住过的的房子等等的活动的一种迹象。那丛林里面的野兽也都不知道说是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有人类的这样的一种动物跟他们一起存在着所以说呢，大家呢都非常快乐和平的在丛林里面过得非常惬意的生活与世无争无忧无虑悠游自在。然后呢，不久之后因为丛林嘛来了这么多的物种然后生物，然后动物等等，那就开始演变成大家的生存之战就会为了抢夺真实食物而大打出手吵起架来那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们这一个丛林呢，一开始的时候负责统治开疆辟土的大象的祖先叫做阿达，对吧？那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忙碌的打造的这个丛林，然后建设的这样理想这样浩瀚宽大的丛林空间。那所以说呢，他自己本身真的都非常的忙那所以说呢，他就想说找到一种动物然后呢选一只呢较为勇猛而且呢非常厉害的一只动物老虎，然后来管理大家然后让大家呢就可以呢，因为由他的管理，然后呢来解决大家的纷争，或者是整个一个食物链的一种分配也可以讲说就是大象的祖先阿达呢授权那一种任命给予一只这样的老虎呢来做它可以做的本能因为老虎本身事实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令动物们都非常的惧怕嘛，所以说就有一定的公权力如果把公权力再恶化一点，就变成是什么就变成了是一种暴力好，那因为呢，它非常的强悍然后呢，就当起了我们这一个丛林里面的领袖，而且呢，这只老虎呢，就是血汗的祖先就是血汗的祖先。然后呢，听说它是吃素食的吃素食，它不吃肉它不吃肉，然后跟其他的动物呢，都一起同样的吃着树叶跟果实。那我就觉得很纳闷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食肉性的动物，吃素食真的也是很破天荒，而且是在那种古老的那种年代我真的觉得这可能是书里面写的啦，不然的话我还真的不怎么相信食肉动物可以完完全全的说是在吃素食，吃植物类的然后真的都不吃肉那怎么活？因为身体结构构造、消化系统都不一样那所以说真的
我感觉这只老虎老虎的祖先真的是不简单哦。那以我们个人的学知上的话来讲，在那时候的年代就是远古的时代，大概在呃几千年前或者是再远古一点，我们都知道老虎事实上的话很大哦。那哈蒂也在讲事实上这个老虎的祖先呢，跟它的体型差不多大跟它差不多大。那依我们所了解的有看过一些史故动物史前动物的，能像大象这么大的老虎确实是有像所谓的巨齿虎或称剑齿虎但是已经都灭绝了啦但是听说它们真的是很大只。好，然后呢，当时的老虎应该也不是像现在的老虎一样因为包含色泽或者是纹路，应该跟现在的老虎真的也都不一样好，因为也都会慢慢的什么演进嘛甚至自然而然的一些退化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我们应该也是从远古人然后一直的退化可能我们以前的先祖真的是很像猩猩一样像人猿一样，然后慢慢的演变成到我们现在长得这个样子，甚至有人又有生物科学家他们去推测，将来我们的人的话来讲话，四肢都会变小，那只有头会变大就像外星人一样因为大家也都有看过那一些 FU 他们在讲的那一些外星人，我们可能人类的话，在过过过过不晓得多久之后，也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都太依赖所谓的生活既是人类的科技那所以说我们慢慢的说实在都会慢慢被取代取代掉一些不必要的那所以说就会慢慢的萎缩退化不见了等等。那这只老虎的祖先呢，听说哈蒂说听说听他的祖先说阿达说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因为它全身是金黄色的，而且呢点缀的花纹那都会发光都会发光那让我想到的话来讲的话，猫的话来讲，真的是有真的也有这样的猫全身金黄色的然后又带有纹条的也真的是很漂亮。好，那卡拉呢在旁边就装睡的，然后闭着眼睛问哈迪说：那现在的老虎跟过去的老虎不一样吗？而且过去的老虎性情真的这么的温和吗？然后呢，真的不吃肉吗？问了就是卡拉呢问哈迪，问哈迪那哈蒂呢就跟他讲说，以前真的都需要有一种亲和力尤其你是一只威猛的野兽，那亲和力也很重要那你才有办法去跟人家去做沟通，去做协调但是人家还是很惧怕你，但是你还必须说实在有这样的一种亲和力那才能去解决一些事情那所以说真的这一只老虎的祖先真的有是这样的一种一种一种呃，我们应该讲说是一种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一种领导统一的能力好，那所以说呢，大大小小的动物都会去找他商量也会去找他做评判或者是制裁那有一天呢的晚上有两只小羚羊吵架了然后呢要他来就是老虎的祖先来做仲裁然后就认为说大家都各持
一尺哦，各执一尺，然后呢互不退让哦。那老虎呢就劝他们说还是要以和为贵哈，然后呢不要再这样子下去了哦。那也跟你们讲说，你们就尽量的去协调哦，然后大家互相的包容谅解。那结果呢，他们还是不听话哦，这两只小羚羊还是很不听话哦，就是也不听他的劝阻哦，也不也也讲的就是说也不怎么理会这个老虎的祖先。那当时呢，这个老虎的祖先哦，真的也是无可奈何了哈。结果真的发起脾气来，因为它真的很大只嘛，就跟大象一样大只了哈。你要给他想说，羚羊真的是很小一只，又那么可爱，对不对？结果它这一只老虎的祖先哦，发起火来哦，愤怒了。结果呢，他就向前一扑，用他的那个虎掌拍了一下小羚羊，结果呢，哇，这只小羚羊颈骨破裂，而且呢当场毙命。哦，那老虎的祖先真的空无有力啊，而且他真的也不是有意的去伤害这个小羚羊。哦，那结果呢，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凶杀案，那怎么办呢？哦，那结果这一个老虎的祖先他也很自责哦，非常的自责哦，他也真的很对不起自己当时的情况之下，没有压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哎，犯了这样的一个不可饶恕的一种过错哦。那所以说呢，他真的说实在非常非常的自责。然后呢，他自己也看着这个羚羊从他的身上呢流出来的血哦，他闻到了那种血腥味哦，血腥味。那他自己都吓呆了，就赶快的逃离了现场哦，那逃到了遥远的北方呢去躲藏了起来。我在想，这个老虎的祖先真的还算是蛮慈悲的了，因为说实在，他真的认为他自己做错了哦，然后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哦。那当然说实在，他既然是一个统治者，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人，别个动物会来制裁他嘛，对不对？而且说实在，他就自己呢跑去醒思了哦，我们就当做是这样讲哦，忏悔，然后离开了这个地方，然后自己就去啊、可以讲说就自己说实在去悔过吧哦，就像我们孩子有时候说在做错事情，那我们也会请他安静的下来哦，让他说实在自省一下，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哦去惩治他。我相信有的像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话，我们都会请他罚站啊，或者是到后面啊罚站，然后面向那个壁报板啊等等的这一些现在也没有所谓的体罚，但是罚站还是会有的啦，或者是请他到走廊上去站一下哦，这个大概也都会了，因为就是会让他先离开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让他冷静下来。那我希望说实在，这个也不需要太久了，因为只要有这样的一种动作哦，因为毕竟孩子有受教权哦，我们也不要太过于说实在去做这些真的超过于他能承受的范围里面去来制裁。这是我自己的觉得啦哦，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小孩那我也希望说是在老师在管教方面各方面的话来讲的话，都可以很缜密的去思考它的必要性，而且它的作用性跟
反效果是怎么样？哦，所以说有的孩子说实在，真的你越去制裁他，哦，或者是去约束他，反而成效都不会很好哦。那就看吧哦，因为因人而异啦，我也只能讲说是因人而异。好，那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里面的话，幼童军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游戏，哦，一些游戏。那我觉得我觉得，嗯，如果是用故事上来做就是这种延伸的话，我不晓得各位在幼童军团体会里面会不会去做一些，玩具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手工艺哦，手工艺哦，就是做一些可以玩的东西哦，比方上来讲，讲故事嘛，传话哦这一类的，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一个游戏哦，然后顺便也可以做一点点很简易的手工艺那劳作呃，我记得我曾经有请小朋友哦喝养乐多，然后把养乐多的空罐带来团集会哦，那可以玩三种游戏，可以玩三种游戏。好，那养乐多的话来讲的话，带来，但是我会自己准备棉绳就是缝衣服的棉绳，甚至还可以再粗一点不一定会断的绳子。那同心绳就太粗了，就没办法那如果有尼龙绳的话，应该也 OK 啦。那做传声筒就是把养乐多呢喝完之后空罐嘛，对不对？把屁股呢扎个洞。然后呢穿进去绳子，然后呢在绳子的尾端呢绑上一个小火柴棒然后呢让这个小火柴棒也可以就是在我们养乐多的瓶口的口径可以穿入的然后呢绑好这个火柴棒，然后呢把它塞进去塞进去那个养乐多罐，然后呢绳子放长，然后做成两个同样的的这个养乐多罐，然后呢在团集会的时候，我就请他们互相传话。这个这个游戏的话，我觉得说实在也蛮好玩就是一样给他们一句话，然后让他们大家去互传。互传，然后呢，收发收也这样的一种情境的话，我觉得孩子们也玩得蛮快乐的透过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物理作用声波然后用一条绳子，说实在去做感应，然后那种回声那也蛮不错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讲故事或者带领幼童军的时候我们可以添加哪一些游戏或者是一些劳作，然后配合的我们丛林奇谭里面的故事的背景来做，我认为都很好。就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说故事也一样的意思传话我们在想说话多人传之后，从头传到尾，真的都会不一样或者会意思变了像这种游戏的话我相信从小到大应该都有不同的一种呈现方式操作方式，然后让孩子们去做一些感知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3C或者AI 的时代了但是我认为传统的一些应该可以给孩子们的一些基础科学基础啦，我认为是应该可以有，让孩子们去有从小去做一种启发做一种启发就比方上来讲，我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说实在，我就认为电池我们那时候就只有那种干式电池而已嘛，用完就丢，用完就丢。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充电式电池，除了是加水的那一种电瓶式电池可以充电。那结果等我大学毕业，那时候说实在，就有那种充电型的电池
干式电池哦，就像现在的所谓的锂电池一样可以充电哦。但是我那时候我就很有想法，只是那时候真的怎么没有朝那一个方面去做研究？如果有的话，我相信，我现在应该也不会坐在这边在这边讲故事了哦。所以说那个真的领域很大哦，在包含说实在，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餐厅餐饮业，哎，真的呢，我有一个厂商他只要研究了一种药，然后就可以把我们居家全部所有的，不管是节肢动物、小昆虫哦，或者是那一些我们认为呃万什么万恶不赦的那一种小强哦，哎，真的好像发明了那种药哦，然后又对人就是跟家里面的动物都无害这样子哦，然后就可以把它铲除掉哦。结果说实在，真的人家也真的是很赚钱哦，大发哦，也真的是很不简单呐、因为人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头脑，然后去做研究，然后去做这样的一种一种也是对我们全体人类说实在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哦的一种生意做生意的一种作为，也蛮好的哦。因为我们真的也要让孩子们去了解到所谓的生存不易哦，爸爸妈妈赚钱真的是很困难哦，而且很辛苦哦，从小就要让他们感恩哦，感谢父母哦，然后要知道人情世故，从小说实在应该就要培养，不要像花瓶一样哦，这样供的，我认为都不好。那甚至说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都很优渥了哦，那反而小孩子的童年就真的越来越没什么了哦。所以说我感觉，如果家长潜意识跟我们都是一样的，我相信他们都会带孩子们来参加我们童军活动哦，那就是要靠我们的服务员哦，能把自己以前小时候所所想要的哦，或者是自己当时说实在所有的梦想，我认为可以拿来说实在奉献给你现在可以所掌握的这些孩子们。利用童军教育的一种方式，哦，来给孩子们，这是我讲到这边的补充。好，那结果呢，这个消息呢传到了阿达的耳朵里。阿达是谁知道了哈？大家应该都还知道，就是大象的祖先阿达哦，就立刻呢赶了回来哈，因为在他这样的丛林里面，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件凶杀案哦，那所以说呢，他真的要回来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哦，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听人害闻的事情哦？然后呢，结果呢，阿达呢就训示所有的啊、兽群们哦，大家呢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哦，然后呢也都不听老虎哦的这样的一个劝说哦，这样的一个开导哦，然后呢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哦，自己呢真的才是应该拥有的这一些权利好了，我们就说权利，因为一开始的争执就是为了抢夺食物嘛哦，然后整体的一个食物链嘛，那一定要有一个规范，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必须有一定的法律哦，然后大家来去遵守哦。那像我们班级也一样啊，哦，那像我们不管哪一个团体也一样，像我们童军也一样嘛，都还是必须要有一种行文上的的一些约束哦。好，然后呢，大家呢就是这么的自私哦，大家就是这么的自私哦，真的，阿达呢听了又想哦，真的也很难去决断所有的这样的是是非非哦，但是呢，领养人的尸体
就是铁证如山的证据啊，它就是藏在那边啊。那怎么样的来遮掩这件凶杀案呢？哦，那这个事情呢，要怎么样的来妥善的处理？哦，那博鲁呢，又在旁边说起了风凉话哦，反问的说的这句话怎么办？这件事的下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哦，就这是在那边说风凉话了哦。然后呢，大家呢，也都默默无语了哦。全部所有的兽群哦，大家都呜呜吱吱哦，一声不响哦。那大家都好像当做没听见啊，也没有这一回事哦。那班达洛呢，嘿，抓抓自己的头哦，也装傻哦，也在装傻。那毛克利呢，更是觉得非常的可笑哦。指着巴西拉他的背大笑，大笑。那为什么会是大笑？我相信说实在，他有他的智慧，他认为这件事情事实上就是无解吧，就是看该怎么办，也不用办，然后就是就让这件事情烟消云散，烟消云散。那哈蒂呢？讲到这边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些事情哦，也是要告诉大家哦。阿达呢发现了羚羊的尸体然后呢，就悄悄的就在他的身上呢罩上了百花，然后呢就把它用就把它应该也是埋吧，还是就是没有埋哦，就是用花草，然后这样把它铺盖起来哦，把这一只羚羊的这样的一个身躯尸体呢，就把它掩盖住哦，然后就也不再纠责了哦，就也不再纠责哦，就不吭声哦，就转移了目标哦，让大家呢维护了平静哦。那我们这一章呢讲的很简单，但是呢，我感觉它这里面呢可以给孩子们的元素更多元素更多。那老虎的祖先事实上都没有讲到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老虎的祖先而已。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议或者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私下我们大家都可以来探讨然后甚至传奇会里面有关于老虎的歌可以唱一些什么那可以玩些什么，那只要有意有老虎的我们都可以怎么做那像志玲童军，我就很喜欢跟他们玩两只老虎的游戏那因为志玲童军嘛，幼稚园都很喜欢唱两只老虎。那我觉得，这一个两只老虎的歌它可以做很多的游戏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玩过最简单的就是，哪一哪一个词不唱哪一个词不唱就是跳过它比方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然后老虎不唱就告诉孩子们老虎不唱然后他们就是唱着唱着，真的呢，有的人还是会放枪我们说两只老虎不唱嘛这个也很好玩让孩子们说实在做一些应变而且说实在要心口合一，心口合一，从小就开始训练了不要说得意忘形就是一直快乐，然后他就是一直唱了出来哦。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团体会不管是手作的游戏，然后大家来玩也好然后儿歌的教唱游戏也 OK然后
怎么样去做一些衍生哦，都靠各位服务员的智慧了哦，然后可以让孩子们学习的更多哦，在短短的这样50-60分钟的团集会的时间，让孩子们觉得下次他还要再来哦，而且呢，真的都不用你通知哦，反而他都还要问你说，团长，我们下次团集会哪时候哦，都会满心期待着哦。那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智博团长今天精彩的分享。那这时候我们大家先来一个合影吧。待会合影完，大家可以跟智博团长这边做交流。好，看一下。好，那大家镜头打开了吗？我这边要拍照喽。团长，新伙伴不是新伙伴，他是我同学，他是我志玲木章的同学哦。宜兰嘛，宜兰圣安。哦，圣安是吗？对啊，圣安团长。他也是宜兰人啊，那宜兰哪一所学校的主任？圣安。他是跟我是同学。OK， 好，圣安，你这边要开镜头吗？不用，我们来吧，开一个镜头吧。好久不见了。OK， 好哦，那我这边直接拍哦，来，3、2、1，我再投一下哦，3、2、1 ，OK， 好哦，那我这边拍照拍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大家就自由交流咯。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